我最近在家琢磨千层蛋糕到底能不能做1000层。我找了个教程，一顿神算，发现只要厨房举架够高，这事儿没啥难。但是当我干上之后，我发现我少算了一个变量，就是能力。我看那老师1分钟能烙好几张饼，但我们2分钟只能烙出3张饼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不吃不喝不尿尿，光烙饼皮就得30个小时，要全做完就得50个小时不合眼。那还吃啥蛋糕啊？那不他妈直接吃席了吗？后来就决定干到明天早上新突突，看看到底能干出多少层。完干的着急，就决定不夹馅了。我们给榴莲都吃了，好家伙，第3天打嗝还反味呢。然后分了2个转台抹奶油，寻最后再合一起，这样能快点。他俩干的吧，还像那么回事儿，但我俩干这个怎么看怎么跟小胖连线啊！这也就是自己家吃，这要出去卖去，别说给钱了，都能给我2个大逼斗。后来我俩实在不招人待见，就打奶油去了，打了一宿，越打越上头，早上胳膊都不一边粗了。当时直播间还有人计时呢，打一盒奶油大概3-4分钟，我弟都看懵了。他说别人打奶油用的都是大臂发力，咱家不是啊，咱家全靠2臂。完干到2天，我们同学扛不住了，他还挺养生，带了好几瓶小鲜炖的鲜炖燕窝。这个燕窝都是下单鲜炖，每周冷鲜配送的，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，配料只有燕窝、冰糖和水，保质期只有15天。捞丝特别浓稠，我有幸尝了一口，口感和新鲜度都非常好。总熬夜看驴的姑娘可以多备点。然后他走了，我们又干了4-5个小时，干到早上8点多，真干不动了，就感觉已经形成质量守恒了。这个蛋糕每增加1层啊，可能对应着我们的寿命就要减少1年了。最后这俩加起来也就将近400层，干了20个小时才干这么高。我最开始居然还考虑过举架不够怎么办，我可真幽默。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善意就是没把他俩合起来，这玩意儿你说不切开谁能分清它是地雷还是千层？不过我算了一下，要准备的好，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干出一个真正的千层蛋糕的。我打算缓1个月再挑战一次，但最近肯定是不可能了。这点玩意儿打包了30多盒，我们吃了2天，第3天这个奶油味和榴莲味一起反上来的，我太让人沉醉了。我最近打算重启一下2.75年前那个挑战，就是千层蛋糕到底能不能做成1000层。根据我们当年的计算，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干出来的，但是难度就在于2天1宿也是完成这个事儿的最大时间限度。也就是说，不管干到多晚，第1天我们必须得摊出1000张饼来，这是团长下的死命令。我的这个强度实在太死亡了，那干到后半夜的时候人都木了。我当时是抬头看了一眼凌晨3点的钟表，又低头看了手流水线上的老嫂，当时我就一个感觉啊，我说回来了，全都回来了。等打奶油抹蛋糕的时候，我们同步开了3组生产线，这已经是我们厂能开出的最大效率，但是依然是杯水车薪，3小时才抹了100多层。好在呀，当时开了会儿直播，我有个干黄4个甜品店的朋友看着了，他就给我发了个私信，他说你们要是心不脏的话，其实可以试试用手抹。完，正等我们琢磨他这招好不好使的时候，手机开始叮咣响，一看原来是微信提醒开奖了。前2天朋友微信给我发了个抽奖链接，是拼多多官方为了回馈用户对百亿补贴和万人团活动的支持，真金白银做的补贴，入口就在我视频评论区置顶链接里，反正也不花钱，大家可以点进去试试看，点击链接就能参与。后来我们戴手套试了一下，他这办法确实挺好用，那抹的是又快又匀，快到我这1桶奶油还没打发呢，上1桶就已经抹完了。而且这个方法完全可以说是神之一笔，真的，要是没有他呀，我弟那俩眼珠子今天肯定是因为抹蛋糕扔这儿了。抹完了1000层之后，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几个碟摞起来。当时想了很多办法，最后还是感觉用手稳一点。前面摞300层的时候一直很顺利，但是摞到第500层的时候它就开始栽歪了。然后我们用筷子矫正了一下，摞到600层的时候依然很稳固，但是到第800层的时候天彻底塌了，就是它已经没法保持平衡了，而且由于太重了，下面的都有被挤碎的了。最后200层摞的时候就纯靠人把着了，甚至感觉一喘气就要塌。后来量了一下，一共是75厘米高，其实正常应该是在90到100厘米之间。这蛋糕切开还是挺好看的，那比较遗憾的是它没有完整切面，只有分段切面。做完这个蛋糕那天正好赶上我过生日，他妈搂个这么大个蛋糕吃，这生日过得可实在是太精彩了。你吹你妈呀！哈尔滨太热了，上隔壁的隔壁来凉快凉快。这民宿房东挺性情，骂骂咧咧请我们吃好几顿饭了，这就属于跟我们爷俩尿到一个壶里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咱能占人这便宜吗？我说那么的，晚上我给你掂这俩菜，你看看我这手艺咋样？主要他家楼下管太贵了。
今天认真了啊！你看像这个鸡爪子、炖牛肉，还有酸菜鱼，这要不是什么大人物上我家，那都吃不着。但其实上礼拜来俩女同学，我也做了些。我怕这小子吃不惯再埋汰我给来了一套 DBC 3连。你看咱这个豆角孬的，你再看这个肉段烧茄子，还有这个尖椒护心肉，我这也算是领他体验一下哈尔滨盒饭文化呀。完了，我让枸杞整点喝的，他这一下订这老些。我说你干啥呀？穷家富路啊？他说不是，用奇尔卡点的，这卡点外卖7折起，每天最高领66块钱红包，上支付宝搜奇尔卡就能免费办一张，这2枚扣才花10多块钱。昨天开个优酷会员才4块多，贼合适，点评论区链接也能领。我发现这小子花自己钱的时候都可仔细了。最后从他家冰箱里掏出2个青菜炒一炒，赶紧上炕吃饭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酸辣土、煎糊、断茄、外五、卤爪、酸鱼、孬角、小烩牛。这个房东看我在这拍，挺紧张。我说你客气个嘚儿啊，当自己家呀，哥们儿。这牛肉汤泡点饭，这豆角汤再泡点饭，我的妈呀！你就说在家这么吃一顿，是不是比出去吃省都好吃多了？完了，饭吃了一半，房东说要上学校接他妹妹回来，放暑假了。我弟这家蹦高跟人说，快去吧，我给你热菜，回来让妹妹吃热乎的。快30年了。我从来就没见他这么孝顺过，真的。我最近不是做了好多自制的东西吗？但是翻车的太多了，我怀疑这个房子 Wind Water 不行，所以密谋了好久，决定搬个新家。但是这仨活爹，搬家公司怕碎，多数都不接。路程其实就10几公里，我决定拿手推车给他推过去，就当团建的。完怕路上饿，还做了不少蛋堡，肉馅放的这个乌江千盐榨菜，升级减盐30%，提味增鲜，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。然后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吧，是6楼的楼梯房，这仨爹加起来得有500多斤，完还没个拎手。下楼下了6个小时，我上一次因为下楼直不起腰，还是在7年前。那年我他妈下了个泰山。完绑完酒，我们就上路了。路上好多人问，你这是要出夜市呀，还是要出国呀？然后推了3个小时，就遇到了这次搬家的最大难题，就是跨江。我们需要把这800多斤搬上桥，但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发现它根本就一动不动。完说先吃点饭吧，就在道边支了个齐齐哈尔 BBQ。我发现烤肉加榨菜这个搭配挺绝，吃的特别开胃，而且小方便，妥出行必备。但吃完饭发现还是抬不动，就开始找朋友，给通讯录都要翻出火星子来了。这段实在是太燃了。半夜11点多，除了我那几个活该倒霉的哥们，还有好多特意赶来帮忙的粉丝，甚至还有个哥们跟对象吃饭呢，给对象扔了，自己打车过来的。这10几个人少一个，我们可能都上不去这个桥。如果有记载的话，这一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别伟大但没什么用的奇迹。后来感谢了各位爸爸，但余生的路我们还得自己走。有个哥们给留了个拖车绳，这算救了大命了。过桥的时候，上坡就拖着走，下坡就推着走。虽然中间推车抛锚了几次，但还算顺利。然后就一直那么走啊，感觉这一宿给身高磨没2厘米。后来遇着个出来晨跑的大爷，他说：“你们这是要去西藏吗？”我心说西藏在哪儿我是不知道了，但西天可能是越来越近了。等走到新家的时候，天都亮了。巧合的是，这边也没有电梯，我们就这么一顿一顿往上挪呀，感觉每使一次劲儿都在脑淤血的边缘。最后用了2个小时才给他仨整上来。这3瓶酒到家一滴都没洒，要感谢的人太多了。我们现在虽然喘气儿都困难，但还想先给大伙磕一个。完稍微收拾了一下，房东说在露台给我们留了个惊喜。我走着就发现这爹给我们留了个10年的，我服了，他居然管这玩意儿叫惊喜。